是不是感觉身边欠债的越来越多？是不是省吃俭用仍然负债累累？是不是以贷养贷濒临崩溃？是不是想过捞偏上岸和一了百了？先别着急下结论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耶律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身边负债的人越来越多？哪怕从来不抽不赌的老好人，同样债务缠身。而那些朋友圈里的精明人，张口闭口项目和痛点，更加不敢细聊，一聊都是借势翻盘，否则身败名裂。于是我好奇地查了查中国负债人口数据，差点惊掉下巴。有一组2023年9月的数据说，全国14亿人中有7.8亿负债人群，人均负债14.3万元。这组数据没有可靠来源，我感觉不能直接采信，不如我们自己算一算，中国14.1亿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负债？说实话还是挺难算的，这里我们使用最新数据，从3个维度入手，大概测算一下。根据央行数据，截至2023年末，国内住户贷款总额达到80.1万亿元，其中中长期消费贷款主要是住房按揭，大约38.18万亿元；短期消费贷款如信用卡消费19.77万亿元，经营性贷款22.15万亿元。而在2020年末，国内贷款总额为63.2万亿，其中中长期消费贷款大约40.8万亿，短期消费贷款大约8.8万亿，经营性贷款大约13.6万亿。比较以上两组数据会发现，过去3年人们看空房地产市场，所以中长期贷款总额略微下降，但经营性贷款增加8.5万亿，短期消费贷款更是从20年末的8.8万亿暴涨到23年末的19.77万亿，直接翻了2.2倍。钱都花哪儿去了？难道大家都借钱去炒股买基金了吗？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日子不打算过了？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聊，我们接着算人数。如果按每笔中长期贷款40万元来算，大约0.95亿人拥有房贷负债；短期消费贷款以每笔2万元计算，大约9.88亿人负债。至于经营性贷款，如果以每笔50万元来算，大约4430万人负债。当然，这些数据存在重复计算，比如短期消费贷，负债人可能拥有2张或以上信用卡以及小额网络贷款等。负债人同时拥有房贷、消费贷和经营贷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就是 buff 有点烫脚。所以实际人数可能会略微减少，不过由于基数庞大，保守估算的话，中国在商业银行负债的群体很可能超过5亿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能全款购房的人很少，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%。2002年到2022年，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92.49亿平方米，其中12年到22年就有132.34亿，是上一个10年的2.2倍。如果按平均20年按揭算，每套住房按100平米算，总计1.92亿套住房，这意味着至少有1.92亿人通过抵押贷款负债。不同的是，房子用了10年才翻了2.2倍，消费贷只用了3年，可见越到近期越敢借钱。除了上述按揭、信用卡等传统银行贷款，现在很多人也使用花呗、借呗、借条等网络贷款。2019年，蚂蚁平台用户达到7.29亿，资产管理规模达到4.1万亿。考虑到包括 P2P 贷款、民间贷款、非正规网贷、汽车金融公司贷款等多种渠道，现实中很多人都有所参与。这些渠道加上银行贷款，估计中国负债的人数再保守也不会少于7个亿。这跟起头那个没来源的7.8亿很接近。这个数字占总人口1半，看起来不算多，但根据2022年末统计的劳动人口8.8亿来算，负债人口占劳动总人口就会高达80%。全国14亿人口，7到8亿人有负债，占到劳动总人口的80%以上。这就意味着每10个打工人里就有8个人负债，每5个青年人里就有4个人债务缠身。这跟我近1年的生活感知也差不多吻合。除了体感，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开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居民负债的严重性。2020年初，失信被执行人只有570万，2024年1月3日已突破至860万，3年翻了1.5倍。这部分人约占中国劳动人口的1%，100个人之中就有1个失信人。曾经热衷存款的中国人究竟把钱花哪儿了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搞清楚一个事儿：钱究竟是什么？1944年7月，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西欧、澳大利亚、日本还有苏联等国的财经首脑、官员和顾问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名叫布雷顿森林的小镇，参加联合国财经大会。经过3周反复讨论，最终商定各种金融框架和规则，签署为布雷顿森林协议。协议规定，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，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，以美元结算国际账户。美国政府承诺按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价格，满足所有黄金兑换需求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美国因长期陷入越战泥潭，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，如何化解赤字和通胀，成为尼克松政府的重要难题。
1971年8月15日，当全球金融市场休市时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布了震撼世界的电视讲话，提出增加就业、控制通胀和保护美元是实现繁荣的3大攻坚战。这次电视讲话史称尼克松冲击，由美国单方面宣告金本位货币结束，拉开了以信用作为货币基础的新经济时代。千百年来，钱的形式变化多端，贝壳、金属都当过钱，直到尼克松冲击改写历史，以商品为基础的钱转而被信用取代，可以凭空创造，也可以凭空消失。此后的货币之所以有价值，仅仅因为政府说它值钱，而我们看见的钱，无论是纸币还是硬币，其本身一钱不值。既然钱是信用，那能不能出卖信用去换钱？当然可以。事实上，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。中国房屋拥有率高达90%，而全款支付房款的家庭只有1%，高拥有率造成高负债率。有数据显示，房屋资产占中国家庭总资产2/3以上，说明负债人大部分负债都来自购房。前面我们说12年到22年，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一个10年翻了2.2倍。我查了近期数据，其中后2年，也就是21年和22年，占12年到22年这10年的24%。刚才还提到，21年到23年这3年，居民经营性贷款增加8.5万亿，短期消费贷翻了2.2倍，但其中中长期贷款，也就是住房贷款却略有下降。两个数据一比较，会发现中长期住房贷款不增反降，但房子却1平米也没少卖。那就只有一种解释：短期消费贷和经营性贷款有很大一部分顶替了中长期贷款，都拿去买房了。中国人往往比较重视私德，会把负债度日上升到道德层面，觉得欠钱很丢人。负债真的很丢人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得换种问法：人该不该取悦自己，或者说人该不该做公益？就是蚂蚁家族里的打工仔。网络上流行的废话文学说，360行，行行干破防。根据我分析也是这样，收入水平远不及生活成本，干什么都要面对低毛利，看起来似乎有钱人很多，不，实际上大多数人没钱。普通2、3线城市，租房2000家，吃饭2000家，交通话费日用品1000家，赶上好日子随礼聚会出行又是1000家，这些基础消费加在一起，一个月松松花费5、6千，而这正是2、3线普通人的薪资水平。在这个普遍焦虑的时代，能让人开心的成本就更高。什么是能让人开心的事儿？我来盘点一下人的需求。不提衣食住行，美食美酒需要吧？电影书籍需要吧？户外体育需要吧？音乐情感需要吧？这些能够取悦人的正常需求，每一个都需要高成本。当生存成本占大头的时候，剩余可支配收入是存起来还是让自己开心，成为一个大问题。如果不是高级程序员和企业中层等职位，大部分人的可支配余额只够吃顿好的，看个电影，简单取悦一下自己。这也是许多男生不谈恋爱的原因。奶茶2杯，电影票2张，组局 KTV 1A 也要大几百，兜里没个500块闲钱都不好意思出门。寻开心一圈下来，到了谈婚论嫁，房车是不是又得安排上？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都不会等你赚够钱再去享受。于是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出现了2种钱，一种是劳动挣来的钱，另一种是用钱买来的钱。在古典的经济模式中，钱的发生大多和交换有关，而不是追逐价值实现。工业革命以前的千万年，人类因为供给匮乏，长期处于生存型社会。换句话说，绝大多数居民的奋斗目标是食品、织物、住房这些生存必需品，其余少数互通有无，则来自有限盈余和贵族们的奢侈需求。进入工业时代，生产力爆发，剩余产品井喷，催生出现代金融。千万年繁衍生息的人类，终于有了经济增长的概念。不过别忘了，人类可是争强好胜的物种，凡事都得争个大小王出来 ，GDP 就成了竞争大小王的核心标准。如果说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是 TNT 的话，那尼克松反叛金本位带来的增长则是核聚变级别的。由于各国政府可以凭空创造信用 ，GDP 在理论上可以趋近无穷大。这里解释下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为投资加消费加政府支出加进出口之和。不难理解，政府创造信用可以推动 GDP 增长，而我们常说的40年走完西方400年的路，其奥秘就在这里。可是无论经济如何增长，财富分配从来没有逃脱28定律，社会中的大多数仍然需要为生计奔波。了解完钱究竟是什么，翻回头看负债丢人这事儿，就不用感到羞愧了，因为我们每一笔消费都是在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添砖加瓦，贷款越多，贡献越大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之所以对负债讳莫如深，说什么享乐主义、拜金主义，主要原因是没有搞懂经济常识，却先一步参与经济活动了。虽然我很不想说什么必经之路这种屁话，但邻近的韩国和日本也曾发生过类似信息不对称的情况。比如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有一句著名台词儿：“没钱有罪，有钱没罪”，叙述一代人被经济增长遗落的悲哀和温情。这么看，所谓享乐拜金、笑贫不笑娼，以及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这种想法，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。
我坚定地认为，人有取悦自己的需求，也应该尽可能让自己快乐，前提是处置支出与消费时，切忌量入以为出，确保自身安全。当然，深刻体会信用经济的本质也很必要，因为没钱的人买东西往往要花更多钱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，这是很多负债人的现实状况。人们因为负债累累，更没资源去应对现状，不知道将来会怎样，只能过一天看一天。这种只有焦虑无暇其他的生活方式，在日本叫做刹那主义。大家都说日本经济失去30年，却没人讲过具体的人到底失去了什么。昭和末期，日本经济泡沫高涨，酒店俱乐部把法国香槟炒至天价，单位同事人人购买成套的高尔夫球杆。因为香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而会打高尔夫能够提高身份地位。可是头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，第二天依旧要坐在格子间里搬砖。日复一日的过度消费，让很多人养成习惯，以至于到了平成初年泡沫破裂之际，仍然选择举债消费。很多人还不上高利贷，被迫从事风俗业；那些理性尚存的人，则变成口红经济的受众，祈求奶头乐来给心灵一丝慰藉。日本失去的30年，本质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。所谓衰退，就是你突然发现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了，比如长期失业，房贷断供会面临法拍。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带动其他衰退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衰退。房地产泡沫破灭后，日本很多家庭仍有大量负债，赚钱之后不能消费，得先紧着还债。企业也一样，有钱不投资，先还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我做了这个系列视频，总有人说我像日本人，聊文明说我是日本人，聊中医说我是日本人，最奇怪的是聊影视也说我是日本人。我才是观点不符合他们心意，所以他们恨我，但是普通的言辞又不足以表达恨意，于是他们把最恨的日本人抬出来，说我是日本人。其实我不怪这些人，因为东亚三国在很多事情上非常相似，比如都靠房子发展经济，都想办法把女人绑在家里，都卷得要死没工夫生孩子，都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，就好像哥仨商量好似的，谁先进步谁是狗。当然，哥仨互相瞧不上也是其中一环，不信你琢磨琢磨，中日韩谁瞧得上谁？后来那个被刺杀的安倍首相提出安倍经济学，核心意思就是说，大家不消费一定是欠刺激。当然，具体做法有很多，大家可以查一查。我不想消费一个故去的人，只能说安倍为日本经济复苏做出了空前贡献。现在的日本社会，在他的努力之下，似乎也走出了30年困局。回看中国社会，状况与彼时日本何其相似。去年还想着躺平，今年成了45度，明年没准就会掉地上。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，中国经济体量更大，重力加速度也更快，整个社会究竟会怎样，非常让人担心。韩国早已跨过中等收入陷阱，日本也从失去30年走了出来，而我们才刚刚踏上这条路。那些骂我是日本人的人，很快就会发觉自身宿命也是如此，憎恨日本，理解日本，最终又不免成为日本。